插队的。他认我了，他认我了。去吧，啊！这是南疆最令我惊喜的小地方——阴吉沙县。这座名扬世界的中国小刀之乡，游客不及喀什的零头，但到处可见迎面走来的笑脸，民风淳朴，令人难忘。4天时间，我走访了阴吉沙县知名的小刀村、土陶村和一些不知名的乡村，走进热情的维族人家，感受南疆最浓郁的风土人情。车来了，跟沙车站合个影吧，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来了。到了阴吉沙县了。阴吉沙还是挺有名的哈，但是大家想到阴吉沙，那自然是想到阴吉沙小刀嘛。这是一座因小刀出名的南疆县城。啊，好，你。阴吉沙火车站好像是在一个郊区啊，这里也没有公交车接驳的，就是靠打车去到县城呢，有5-6公里这样子。里面。在南疆这边呢，经常到了一些县城啊，或者是城市，会感觉它的风沙真的挺大的。我想起有一次从乌尔河拼车去克拉玛依，车上一个40-50岁的大姐吧，她就跟我说，她说新疆人呢，他的长相会比他的实际年龄大5岁，因为这边风沙大嘛，所以衰老的也快。在阴吉沙的一个房间，单间，还带一个卫生间。这是阴吉沙最便宜的房间，没想到它还是带空调的，60块钱的空调房，这个比较少见。在阴吉沙县有2个村子是最有名的，一个是我身后的土陶村，还有一个是我稍后去的小刀村，我们去看一下吧。哦，咱们往村子里面走啊。土陶村景区啊，这种是很冷门的、很小众的景区。你好，还有土陶房子吗？这哦，你家吗？啊，我可能是走错地方了。这位大哥就说：“哦，这个土陶房在这里。”他带我去看一下。哦，好，谢谢你啊。好，我刚路过这个茶壶，它突然就注水了，这小孩一阵欢呼。它整得像个景区，但是没什么游客。土陶合作社，往前100米，是吧？这种地方，这里。因为怎么说呢，阴吉沙吧，你说它有名嘛，也就是小刀的，这就是很典型的南疆的一个面貌啊，就感觉风沙不时吹起，然后那个绿树呢也裹了一层灰尘，看上去就灰头土脸的，然后他们的房屋呢通常也是土色的。国家级传承人，土陶体验20元1人。
这一户烧的颜色特别漂亮，就像一幅这种很古朴的油画一样。它那种青色，它那种褐色好像泼洒在阴吉沙土陶村的土陶生产主要以家庭作坊为单位，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陶艺作坊，规模从几人到10几人不等。这些家庭作坊一般都有传承多代的制陶技艺。随着市场的变化，部分家庭作坊联合成立合作社和小型企业，集中进行生产和销售。土陶产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尤其是对于村里面的妇女和老年人来说，他们在家里就能从事土陶制作，既能传承传统工艺，又能增加家庭收入。资料显示，土陶村有100多户家庭从事土陶制作，土陶年产量约有几十万件，年销售收入约有数百万元。我身后这些土陶盆吧，它就是做出造型，然后雕刻出花纹以后，大概就是晾干了，准备上色。上色以后就进这个窑炉里面去烧制。Ma chocolate ka problema. Chocolate ka problema. Akşam bir şey öğrenci var çıkaran atmadık. Artık kendi kanatlandı ya. Yok lan. Sırf ay bıta kanatı var. Yektim şu saat kapılasın bu. Hadi telefon sana kadınları yürüyüşler. Buldun mu var? Benim bombayla. 我在这待了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然后突然来了几十个人，一看就是旅游团。它是有2种烧制法的，一种是用电烧啊，就是里面是用电的，然后把这个雕刻好花纹、上好色的一个土窑，然后放到里面去；还有一个叫土烧的，就是用柴火烧的，在这边。这个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种传统的用土烧的一个方法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里面是这个，可以看一下他们房子的一个格局哈，然后一个天井，然后里面有好几个房间，这样子并排开来。 Sizem ayak git vardı, ayağım size başım git vardı. Açıyorum çok zamanım yok. Ne var ben komşum. Hazır Joe. Abdullah bir dakika ona kaşına哇，这个好好啊！小朋友们说可以邀请我去他家看一下，好热情的小朋友。你们上几年级了？我上3年级了，我上2年级。你们是同学吗？对，这是你们家喂牛的饲料哦。一个在这，它生病了，最小的。
哦，这是小羊，四只小羊。哦，那是奶牛吗？对，那你是不是每天都喝牛奶？他的孩子就是他演的那个。哦，他的孩子多大了？我爸爸知道，我不知道。那这个小羊是养来自己吃还是拿来卖呢？你知道吗？不知道，我爸爸知道。那个是玫瑰花，这无花果，然后石榴吗？对。石榴，然后葡萄架。白色花。你这么调皮的，等一下它流血怎么办？那你把它弄死了。你动，它会跟你动的。你走起来，走，左右走，走远，走，左右。我跟着你的，好，来我这边。我来吧。你要扮鬼脸，它会跟着你。插队的。他认我了，他认我了。他认我。啊，又抢过来了。你做的吗？对。这是什么？你不说的，我就行了。飞机吗？不是。那他已经看到他了。水壶啊。水壶。也挡着。我想养一只兔子和想要一个自行车。想考个好成绩，我想去哈尔滨。我长大以后想当老师。为什么想这样？你要说话，你是主持人这样。我怎么说？这个话有4多。这是我的邻居家的。你给他们介绍啊。这是土桃孙。我觉得这个土桃孙也挺可以的，很好看，又美又好，很美丽。这里那个夏天花朵都，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爬山湖，这里面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都有，那个以前的东西。哦，这里是土陶艺术品。对的。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些土陶。人家进这个，进这个，进这个，进这个。这个也能进的。塞，全是塞，有土豆的塞。那是恐龙吧？那是我们叔叔的家，能进去看看。弄了，能荡秋千的。你几岁了？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我长大以后当一名医生。啊，土陶文化体验室，土陶展览馆。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这边全是他的师傅做的，这边是他那个上面是他们师傅做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土陶。好。我的太。这堆放着制作土陶的一些设备啊。英吉沙县维吾尔族传统磨制法土陶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真的好精美啊！这个青色的，然后褐色的，深褐色的。3岁。你3岁了，你这么可爱，你是吃可爱长大的吗？你9岁。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就想得到一个自行车啊？我长大想当舞蹈老师。你现在在学跳舞吗？对呀，那你那个6一的时候，我上去表演了。后面忘了，后面不会了，后面忘了。跳得很好。我喜欢吃馍馍。我讨厌。哎，把手套。来，给我去。在土陶村边上有一条小河，有小朋友在河里洗了个澡。这就是新疆很多见的恰马骨了，在内地叫曼青。像吃柑橘肉里面就有恰马骨，各种馕。卤鸡、烤鱼。他们的房屋的一个外墙的瓷砖啊，是很有特点的。你在喀什没有这样的，在刹车也没有这样子，还是属于这里的特色啊。而且这边呢，它的门呢也越来越多见这种白色的，感上比较古典的一个颜色啊。还有这种拱门也较多，就很多爬山舞装点在他们的房子，花花草草。而且他们很喜欢这个把墙壁涂成玫红色哈，跟我在伊犁看到的不一样。伊犁呢是，也就是104是很喜欢把外墙涂成蓝颜色的、天蓝色的，这里呢就很喜欢涂成这个玫红色，就很粉嫩的颜色。小女孩在玩跳绳，男孩子在玩沙包，可以听到小朋友私底下聊天是用维语的。你看这小子，这个新疆拌面啊，再擀面皮吧。我听说啊，这个广场呢，到每天晚上10点钟会有很多老百姓哈，男女老少来这里载歌载舞的。好像最近这几天不跳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教我说你好，维语的。Yes, mon Sims。哦。Hello, what? 这里是一个池塘啊，没水了，干了。我身后是英吉沙县7村的一个清真寺哈，在这边清真寺大多是这样子的，门前呢会挂着这么一个牌子。今天是我来英吉沙县的第2天了，今天去他们的一个村子叫小刀村看一下嘛，
阴吉沙小刀嘛，这个是这边的一个 IP 明星啊。然后去的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些小刀加工农民合作社啊，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在夏天这里热的不行哈，30几度甚至40度的高温。但你谁能想到，在我的右边是一个供热公司啊，这边从秋天嘛，秋末开始就开始供热了，10月份到次年3月份。可以想一想啊，它这里冬天又是另外一个寒冷的一个样子。小刀，这个小刀还蛮有这种古典的审美在里面的哈，这种古代侠客的那种风范啊，有点感觉。它就是像这个三脊线一样，起起伏伏的一个刀的造型啊。好，它逆光，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上面写的是 Knife Village， 刀王故居，在阴吉沙小刀村敢称刀王的，应该非同寻常呀。可以看到啊，阴吉沙小刀制作需要29道工艺啊，其中最核心的工艺是阴吉沙小刀的煅烧捶打工艺、刀面上的蘸花工艺和刀柄上的镶嵌工艺、打磨抛光等制作小刀技艺中最重要的工艺步骤。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啊，叫煅捶烧，先把它捶成一个造型，然后再放到这个火里面去烧。像阴吉沙小刀，它使用的是轴承钢哈。我们能看到2位师傅呢，就是反复的去捶打一阵以后，又放到火里面去煅烧。这样子经过不断的去捶打跟煅烧呢，使其均匀受力，逐渐成型，这样子才能打造出上乘的小刀哈。而且呢，这个火候也是很讲究的，包括你捶打的这个轴承钢的位置也是很讲究的。刚才我看到师傅将捶打成型的一个刀坯啊，放到水里面去冷却，我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啊。现在我懂了，它叫淬火的过程，也就是将锻打成型且在高温状态下的刀坯放入冷却介质中，急速冷却的过程称为淬火工艺。小刀的淬火多使用水、油及醋腻作为冷却介质，其中以水冷方式为主。淬火工艺呢，它的目的就是增强这个刀坯的一个硬度跟强度哈，防止其开裂。经过淬火工艺后的一个刀坯呢，就进行到下一个工艺了，叫錾刻。其实也就在金属表面上，雕刻出凹凸花纹的一个工艺哈。我们来看一下师傅是怎么做的。经过錾刻以后的一个刀坯呢，就进行到下一个工艺，叫镶嵌，也就是在这个刀柄上哈，将这个玉啊、宝石啊、金属啊、贝壳片、有机玻璃等装饰材料，通过机械打压或者树脂粘合的方式，装饰到刀柄的相应部位，也就是让这个刀上看上去更加美观啊。而且它雕刻的这个图案呢，也是有讲究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些8旦木的纹样、圆点纹样、菱形纹样、网纹等4种主要的一个纹样啊。阴吉沙县是著名的中国小刀之乡，有着400多年的制刀史。阴吉沙小刀的一个
材质还是很多样的哦，有白银、白铜、黄铜、贝壳、牛骨、牛角、牦牛角、有机玻璃、塑料、宝石、和田玉、杉木、红枣木、轴承钢、纯钢等多种材质手工雕刻而成。小刀的样式也繁多，主要有鱼尾把式、燕尾把式、鹰头把式、马头把式、鸽头把式。英吉沙小刀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枝花。小刀村它全村有51%的农户从事小刀制作和加工，80余人经营销售小刀，成立9个专业合作社，采用的是合作社加商户加农户的合作模式。来到了英吉沙小刀村，它这个村的全称叫喀拉巴什栏杆村吧。这位小哥现在做的一个工艺就是点一下，光滑了，更光滑了，抛光。哪里来的朋友？广西来的。一个什么不一样的？走吧。真的要做出一把刀不容易啊！你看，大概10几个人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呢就负责一个工艺，因为它是有29个工艺才能打造一把英吉沙小刀啊。我们进去看一下它里面精美的展馆或者叫商店吧，也不叫展厅，商店吧，是用一个玻璃柜给装点着的哈。这边也有这种手工菜刀啊，200-300块钱一把。刀王。这2个是刀王。非卖品。这是12万的。这位小姐姐要给我们看一下她这里的镇店之宝哈，叫刀王。它的刀柄部分是用纯黄金镶嵌而成的，非常精美啊。这个是12万的刀，然后这边是这两边是这黄色的是黄金，然后这个是玉石，这些都是一颗一颗的雕出来的贝壳。做的也是特别精细。这可是玉石啊。这个玉石，这是贝壳，这些都是贝壳。这个白色的是银子，那个桃红色的是。那这颗绿色的是什么？宝石吗？对。啊，它是一把装饰刀是吧？对。因为它这么精美，不是用来。收藏价值比较高的，这是工艺品。那它的这个刀锋的地方是用轴承钢。用轴承钢打的，对。3万把的刀，然后这个刀全世界只有4把，我们这边有2把，然后一个是在那边的南湖那边有一个。英吉沙小刀是中国最有名的小刀品牌之一，也是新疆的特产。它的成名之路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最初它只是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交易，随着丝绸之路商旅的往来，小刀的名气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旅游业的发展，英吉沙小刀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各类展览会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它逐渐成为展示新疆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同时，为了保护和传承小刀技艺，地方部门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支持手工艺人的技艺传承和培训。随着英吉沙小刀被列为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刀产业也反哺着地方旅游业，为地方旅游业带来了不少的游客和收入。它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是非常的精致。你看啊，像这个刀上缘的地方还是有图案的，这些全是手工一针一针挑出来的一个图案啊，纯手工制作的。而像这一把呢，就是5500块钱，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配了一个刀鞘，这个
它贵就贵在这个刀鞘是纯银制作的哈。哎，怎么开呢？哦，它是按，哦，它这里有个开关，小圆点，看没有？按下去以后，才能把这个刀鞘给拿出来。我身后的游客一口气买了2把菜刀，一把是200多块钱，它是包邮的。南疆啊，特别干燥，我这个嘴唇的话经常会脱皮啊，所以我一天要涂好几次这个唇膏。现在我在小刀村里面了，而且呢，每家店主的老板哈都会很热情的，就揽客啊，就过进来看一下嘛，就非常热情。游客也有，但是稀稀落落的不多。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每家卖小刀的店铺，它都会有一个卫生间供你去，特别是刚才刀王故居里面那个公共卫生间啊，简直跟那种大景区里面的公共卫生间一样，这个大气啊，还挺干净的。芒星镇跟喀什村寨的房子一样的。现在就穿过那一片小刀销售一条街了，就来到这种居民区了，村民区了。路两旁有一些绿植啊，每家每户门口呢都有这么一个木架子，然后有椅子，通常就是晚饭后在这里坐着休息。是老人啊，跟喀什的一些乡镇大差不差的。啊，这里也是喀什啊，英吉沙县本来就是喀什地区。他们的房子都雕刻着一个小刀的造型啊。这小刀的这种线条感还是很漂亮的，我觉得。现在是走到村子的边缘了，感觉每家都大门紧锁的。小朋友在写作业啊。穿过村子的边缘呢，就来到了这一片农田吧。那里有一些机器在作业，不知道在干嘛。看两位大姐不知道在摘什么。嘿，你好。很热哦，你不戴个帽子啊？听不懂啊。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一个花茶。对。哦。干了以后卖钱，卖的人去那个店里。就我们经常在喀什地区喝的那个花茶哈，可能就是这些，就是晒干了做茶叶的。你会发现我在喀什很多时候在跟小朋友聊天啊，因为我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基本听不懂我说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所以很难交流。然后刚才小朋友帮我翻译了一下，他那个花茶呢是晒干了卖50块钱1公斤。这位爷爷告诉我，这些种的是西梅，他家种了有1亩地吧。喀什是有名的西梅之乡啊，西梅很大的一个产地。到这个这位爷爷指着树上的杏子，他说吃嘛，可以吃。那我摘2个试一下。太幸福了，水果自由。现在我很喜欢吃杏子的，吃一下。哇，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钓竿杏啊！哇，那个很清甜，一点酸味都没有。我还想着就是去阿克苏吃钓竿杏的，其实新疆哪个地方都有钓竿杏。吃蔬菜可能少啊，但是水果是很多的。最近呢，有一些观众朋友留言私信我，其中一个问题让我挺记得的。他说：“你是怎么敢一个人到处走的，而且去一些偏远小地方，你不害怕吗？”如果放到刚开始我来到这种南疆的乡村，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现在已经免疫了啊。为什么不害怕？首先还是相信吧，你不伤害别人，别人不会伤害你，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人哈，就是有时候要逼自己一把。我是抱着破釜沉舟的一个心态出门的，所以有时候你这些害怕这种情绪，你根本就顾不上。这些杏子如果不吃的话，那掉地上全烂了。钓竿杏就是这个特点，它在树上熟了，熟透以后它就掉下来。如果风一吹，它啪啪啪往下掉。而这个杏子跟刚才那个又不一样了，刚才那个是有这个小绒毛在表皮的，这个就油光杏，它下面的是油光杏，这下面的带一点小绒毛的，就是我认为的钓竿杏啊，两个都很甜。那个钓竿杏它更加的绵软一点，像这个油光杏就更加的爽口。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杏子，因为我是广西人，小时候很少能吃到杏子。是长大了，好像到了北京念书才第一次吃杏子啊！我很喜欢它那个甜啊，它那个甜不会让你觉得很腻，清甜也好，或者说是那种甘甜也好。家家户户门前流过一条小溪呀。小刀村党群文化活动广场，大力实施旅游新疆战略，旁边有一个回垃圾分类。买了一瓶这个叫柠檬汁碳酸饮料，我感觉这边很多的本地人很喜欢喝这个，我尝尝味道。哦，碳酸饮料，喝着很爽，有那个柠檬的味道，有一点点像健力宝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来鼓励。你上几年级了？1年级。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了，从早上到现在啥也没吃，就吃了那几个杏子啊。小刀村打不到车，然后就感觉差点中暑了，然后一路上这个走了一段路，又骑了一段路的电车才回来的。它这里的鸡肉面是真的好吃，13块钱。然后我本来也想再继续吃鸡肉面的，但是觉得昨晚都吃过了，今天试点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羊肉饭啊，18块钱，还一碗这个羊肉，一碗米饭。试一下它这个羊肉啊，咸淡适中。这个肉呢，就还煮得挺烂的，口感挺好。一个大姐看着我在这吃播，捂着嘴笑啊。Hello。
英吉沙县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里面展出了好多图片，我看一下这些图片。哦，好漂亮的一些油画啊！这是塔吉克新娘。热销的非遗土陶，采棉正当时，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来拍一下采棉花。这是果园里正在丰收果实致富之路。这个是从霍尔果斯到中欧的一个中欧班列。这是帕米尔的春天。帕米尔高原是我魂牵梦绕的一片高原。这是维吾尔族女孩吧？这大概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边防战士吧。英吉沙古城墙啊，砌了桩，然后围了起来。文物保护单位。你看这边就是楼房啊，有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这个城墙大概有7、8米高吧，然后有数百米长。这是一片商品房啊，现房发售。越是到这个县城的外缘，这种楼房越多。我这个骑着电动车在县城里面漫无目的的转了好久啊，想找一些热闹的地方。后来我发现最热闹就是这个地方了，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我就是想要找他们跳舞的一个地方，感受一下这里的这种民风民情啊。这里有一个叫人工湖泊吧，我在英吉沙等您。上集影片的刹车县和这集影片的英吉沙县都是隶属喀什地区的小县城，
它们位于不时风沙狂卷的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相比北疆的伊利和阿勒泰，它们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要略逊一筹。但是我挺喜欢这2座小县城。新疆是国内旅游热度最高的省份，它的大城市越来越跟内地大城市趋同，无论是城市街景还是人文面貌。但是在沙车和英吉沙这样的小县城，淳朴热情不设防的人们，还有迎面走来的笑脸，在这里并不难遇见，常常让我过了很久还能记得。这大概也解释了我为什么总喜欢去小地方旅游。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谢谢收看，我们下期见。